各位同学，这个 clip 我们要来讲9之7。那9之7，我们用2个例子很快的跟大家看一下，就是non-prismatic beams 它的变形的部分，我们要怎么样来寻找？就是 non-prismatic 大家应该知道，就是说如果有一根梁，那它中间的断面呢是有所变化，而不是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形状的话，那就叫做 non-prismatic。然后如果整个鬓从头到尾的断面，每一个切开断面的形状都一样的时候，那个叫做 prismatic。这边我们看到了一个例子，那这个例子呢，我们会用积分的方法来找它的变形。好，那只是我们这个例子呢，就是变成用一个non-prismatic beam 的这个形式来去介绍。那积分的方法我们之前就已经讲过了，所以这边等于是再稍微复习一下。那我们看到这一根梁呢，它是剪枝，然后在中间呢受一个集中载重 P。那它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，它在从 B 点到 D 点这中间这一段呢，它的 I 值是两边的2倍。那我们现在要来找 A 点的转角是多少，然后还有 C 点的变位是多少。如果用积分的方式要怎么找？那其实我想大家这一题应该是不会有问题才对。你可以现在就把录影带停下来，然后试试看，如果你自己记的话，记不记得出来？然后什么地方会遇到问题？然后再跟我底下的讲解来比较看看，这样学习效果可能会比较好哦。好。那首先我们因为既然是要用积分的方法，我们当然就是从弯矩图开始，把它的弯矩的方程式列出来。这个东西的弯矩图应该是很容易就可以画出来，它好像一个山的形状一样，线性上去，然后再线性下来，然后最高点的那一个弯矩值是 PL 除以4。OK， 好，所以呢，前面这一段呢。前面这个从 A 点到 C 点的部分呢，它的弯矩图的方程式通通是一样的，都是 px 除以2，这个我就不用再细讲，你应该要知道。好，那因为这边呢，从 A 点到 C 点，A 点到 B 点跟 B 点到 C 点的 I 值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又把它分成2段这样子来写，因为我的V double prime 是等于 m 除以 EI。所以那我如果把 EI 乘过来，这个就是 m 咯 ，m 等于 px 除以2，然后到了B 点到 C 点之间的时候呢，它就变成 2i 乘上 v double prime 等于 px 除以2。OK， 只是因为它 i 值变了，所以我们就只好把它分2段写。那为什么我们只算 A 到 C 呢？因为 C 到 E， 你很明显你看到这受力是对称的，整个形式也是对于这个中间这个轴是对称的。所以它变形也一定是对称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积分了。好，那我们有2条式子，那我们要积2次，所以你可以预期它一定会产生4个积分常数，所以我们就要有4个边界条件来把这4个积分常数解决。OK， 好，那首先我们先来看 A 段到 B 段的部分，好，就是x 介于0到L 之间的状况。那我们把这条式子积1次变成这样子，积2次变成这样子。然后另外就是L 到L 之间的状况，这条式子积2次，积1次变成 v prime， 就是它的转角，再积1次变成它的变位。OK， 好，所以我们产生了 C1、C2、C3、C4 4个积分常数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些4个积分常数把它算出来？当然就是我们要找4个边界条件。所以这一题的关键其实就是在于你会不会用边界条件哈。因为我们看的是 AB 跟 BC， 所以你很自然的你会想要条件，你想要找的是 A 点、B 点跟 C 点。如果刚刚你想要自己算没算出来，很可能就是边界条件没有找出来。那你在想边界条件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想法呢？很简单，因为我们是从弯矩开始积的，
所以你就是要找转角跟变位的边界条件，因为你找弯矩的边界条件没有用。好，那所有的积分常数一定都是出现在转角或者是变位的情况，所以你要找转角或变位的边界条件。然后呢，你要找哪些地方的？因为我们看的是 A、B 跟 B、C， 所以你是要找 A 点、B 点跟 C 点，这些才是边界嘛。好，然后你要找4个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们来看，变位的部分 ，B 点的变位不知道 ，C 点的变位也不知道 ，A 点的变位知不知道？知道，所以我们马上有一个边界条件，就是 V 点在 x 等于0的时候，它变位是0。OK， 转角呢 ？A 点的转角不知道 ，B 点的转角也不知道 ，C 点的转角呢？知道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一个对称的变形，所以 C 点在变形之后呢，它一定是平的。所以 V prime 在2/L 的地方呢，它转角是0。OK， 好 ，OK， 这2个是比较好找的边界条件。OK， 那剩下2个边界条件怎么办呢？好，我们用了 A 了，我们也用了 C 了，再来我们就是要用 B 的边界条件，因为在这一点呢，边界要连续。好，这2段并没有断开 ，OK， 所以呢，它的变位，左边跟右 B 点左边一点点，右边变位，左边一点点变位跟右边一点点变位一定是一样的，还有它两边的转角一定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我 V prime 在L 多一点点的地方，跟它在L 少一点点的地方呢，它都是相同的转角跟相同的变位，所以我们就凑齐了4个边界条件。那4个边界条件有了之后呢，4个积分常数很容易就被我们算出来。那带的时候不要带错哦。好，首先这条式子你要用到什么地方？好 ，x 等于0，你当然不可能带到下面这一区啊，对不对？一定是上面这边，然后它是变形的，所以你当然是带这一条。所以 x 等于0带进去 C3， 原来它就是等于0。那这一条 x 等于2/L， 你也不可能带这边哦，因为它在 C 点，所以你要带下面这一条式子。OK， 然后它是 V prime， 所以你带上面这一条。OK， 所以x 把它带2/L 进去，然后你就可以把 C2 找出来。OK， 我们来看，就这一条式子，好，我们把它带到这一条。OK， 这边只是我把前面的copy 过来而已哈，所以这一条带进来，你就把 C2 找出来了。OK， 然后再来如法炮制呢，4/L 这个就是2条都要用到了，所以 V prime 就是这一条跟这一条。好，你把 x 带4/L，x 带4/L 带进去，两边的转角要一样。那 C1 刚刚已经算出来了，对不起，刚刚算出来，对，刚刚算出来的，对不起，刚算出来的是 C3 哈，是这个。好，那这一条等于这一条 ，C2 刚刚已经算出来了，所以你就可以算出 C1 了。好，这边等于这一边，然后 C2 刚刚算出来了，所以你就可以把 C1 算出来。再来一样，就是这一点跟这一点呢，在 x 等于4/L 的时候是要一样的，所以呢，只剩下一个未知数就是 C4， 所以你就这边 x 带4/L 等于这边 x 带4/L， 你就可以很顺利的把 C4 找出来。好，所以你的整个变位跟转角的方程式都有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找的是C 点的变位跟 A 点的转角。所以 A 点的转角呢，其实就是什么 ？A 点的转角其实就是应该是要看这条式子对不对？x 要带0，所以 A 点的转角就是 C1。A 转角就是 C1， 所以你刚刚算出来的 C1 等于负的这个值，所以你这个A 点的转角是一个负的，表示它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转呢？对啊，它是斜率是负的嘛，
所以它是一个顺时针转的状况。OK， 所以西塔 A 呢，它就是你 C1 这个大小呢，就是 C1 的大小，然后它是顺时针转。然后呢，你 C1 到 C4 都算出来了，所以它的变位的方程式没有问题。C 点转角，你只要把 x 带2/L 带进去，你就可以找出来，它是256 EI 分之3PL 三方。然后它是往下，这是它的大小，这是它的方向。第二题呢，我们来示范一个用superposition 的方法，然后来解这个non-prismatic bar 的变形跟转角的方式哈。那它是一个悬臂梁，然后在 C 点到 B 点之间呢，它的 I 值是 A 点到 C 点之间的2倍，然后端点自由端这边受一个 P 的载重，然后我们要来算 A 点的变位到底是多少？这个要怎么算呢 ？OK， 我们先把它拆成这个样子。好，它的力平衡图很简单，你现在应该有能力把它画出来了。我如果从这边把它切开 ，C 点给它切开，你会看到释放出来的剪力是这个样子，没有问题吧？好，然后还有这种负弯矩 ，OK， 负弯矩的大小就是因为 AC 的长度是2/L， 所以这个弯矩的大小是 PL 除以2，这样这边才会平衡，这边才会平衡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光看 BC 的变形的话，呢，这一段受力是怎样呢？对它是没有影响的。OK， 那AC 的变形呢，它会受到这个 C 点掉下去多少，还有转动多少的影响，然后它就变形它自己的。所以这一题我们要怎么样来进行，才能够把 A 点的变位找出来呢？其实 A 点的变位呢，我们来看哈，从 F 图开始看起，这个 A 点的变位这样子，它呢其实是把它拆成2部分来看 ，OK， 一部分是 CB 的杆件，一部分是 AC 的杆件。好，那CB 的杆件呢 ？CB 的杆件它的变形是受到这个端点的这个 C 点上面的这个力量，还有这一个弯矩，好，所综合而成的。所以 C 点的这一个转角跟变位呢，我们可以很快的求出来，就是甚至你可以用我们之前在9支5节的时候呢所推导出来的这一个结果。好，这个是之前我们在9支5节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些结果出来哦。对不起，这边你看到就是这是悬臂梁，然后它受均部载重啊，受端点的载重，然后端点的端弯矩，它各自的在自由端的这个转角还有变位各自是多少？那这个是我之前有请大家稍微记一下的哦。就是如果是一个悬臂梁，然后端点受集中载重，那它是 PL 上方除以3EI， 转角是 PL 平方除以2EI。那如果是弯矩的话是ML 平方除以2EI， 然后转角是 ML 除以 EI， 所以它是12238哦。剩下的部分可以用那个dimension analysis， 你大概可以推估得出来，因为分母都是 EI 齁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2个情况的转角跟弯矩相加，这个不就是前面这个状况，我们就可以把 C 点的 delta C 跟 delta theta C 找出来吗？好，所以你看 delta C 的部分呢，就是 PL 三方除以3EI， 好，然后还有 ML 平方除以2EI， 好，所以这个是这个 P 造成的变位，然后呢这一部分就是
这个弯矩造成的变位，两个都是向下的，所以就相加。然后 θ c 呢，就是PL 平方除以2EI 跟 ML 除以EI， 好，那它的 EI 是2EI 啦 ，OK， 好，所以一样也都是同样方向的转角，所以直接相加。那我为什么要去？我明明是要找 A 点的那个变位，我为什么要去找 C 点的变形跟转角呢？原因就在于说，你可以想想看，假如这一把尺这个是 AC 的部分，好，那这个我的手代表 C 点，对不对？那这一段如果当然它的端点这边有个受力啊，如果它没有这个受力呢，它其实是任我的 C 点宰割的。我 C 点掉下去多少，它就掉下去多少；转了多少，它就转了多少。好，就像是这个 C 图上面所讲的，对不对？我的 AC 这一段呢是被我的 C 点宰割，如果它端点没有那个 P 的作用力的话，那它就会 C 点掉下去多少，它就掉下去多少，又转了多少呢？它就再掉下去一些。所以，假如 AC 这一段完全没有受力的时候呢，它还是会有变形 ，A 点还是会变位，它是因为 C 点变位而跟着产生的，所以那个部分呢，我们叫做 delta two。但是 A 点会掉下去多少？除了跟 C 点受影响之外呢，还有因为它端点它自己本身这一段也受力啊，对不对？如果 C 点都不动，它有 P 的力量加在 A 点的地方，它还是会变形啊。那这个变形我们叫 delta one， 就是我们在 C 图所看到的。OK， 所以呢，真正这个 delta A 呢，它是要把 delta one 再加上 delta two。delta two 就是只有 C 点动，然后这一段不受力的时候 ，A 点会跑到哪里？再加上就是 C 点定住了之后呢，力量加上来，它会再下去多少？那个叫 delta one。OK， 那你看为什么要拆成这样？因为很简单啊 ，delta one 不是又是另外一个 PL 三方除以3EI 吗？对不对？所以 delta one 就是这样子。那 delta two 呢？就很简单，就是把 delta c 再加上 θ c 乘上这一段的长度，就是L。所以 delta two 就是 delta c 加上 θ c 乘以L。好，那 delta c、θ c 刚刚都算出来了，所以 delta two 我们也很容易就算出来了。所以 delta a 就是 delta one 加 delta two， 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把它算出来。这一节就到这边。